大家好，我是肥丁。米曲是接种了米曲菌的米或大麦，最常见的米曲是用白米培养的。今天我们来培养外面很少卖的糙米曲。首先用饮用水或矿泉水把糙米泡一下，轻轻搅拌，别让它们粘在一起，确保每一粒都能接触到水。盖上碗浸泡4小时，或者选择放冰箱里冷藏个10小时。接着把浸泡后的水用网筛过滤掉，把锅里的水煮到沸腾。先在蒸锅里铺上一层棉布，然后把沥干的糙米倒进去，再在米中间戳个洞，这样蒸汽能循环得更好。接着用大火隔水蒸40到50分钟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如果用电锅煮熟，可能会让谷物含水过多，结果糙米会变得软烂，会把曲孢子淹死，不利于曲孢子的生存，也不方便翻曲降温。所以蒸的方式能让糙米熟得更透，颗颗分明，独立又饱满。用汤匙压下去要有点黏，能轻易咀嚼，中心不硬就表示熟了。接下来我们用白醋来消毒木托盘，倒点白醋，再用酒精纸巾擦一遍，然后晾干。接着把蒸好的糙米平摊在烘焙纸上，趁热的时候翻一翻，让糙米降到摄氏35度，防止剩下的淀粉让糙米结块，轻轻翻动，不要用力过猛，以免压迫。米曲菌强健且生命力旺盛，只要环境合适，一般2天就能培养成功。这种建议用买回来的米曲，我特别喜欢伊氏总公谷米曲，作为种培养区的孢子菌种，把它磨成粉，均匀撒在熟糙米的表面，用刮刀轻轻混合，确保每一角落都混合的均匀。最后再撒上剩下的曲种，再次翻动，这样就完成种菌的步骤了。接种好的糙米要均匀分散开，摇晃一下就能让厚度均匀，免得堆太厚，导致里面透不了气。然后用微湿的布巾把它盖好，记得每个地方都要被覆盖到。接着放到烤箱的中层，底下放个金属托盘，保持透气。前24小时发酵的温度要控制在摄氏35到42度之间。烤箱达到温度后可以关掉。下单的时候每3到4小时启动一下烤箱，让它运行30分钟。新手最好还是不要用发芽糙米，因为糠层完整的话，菌丝不容易钻进去。不时喷水来保持糙米的湿度，否则糙米会干掉，菌丝就无法穿透淀粉生长。等到24小时，表面就会开始出现霉菌了。从发酵箱取出来后，放在消毒过的桌面上，糙米上会长出纤细的白色丝线，稍微把糙米粘在一起。这时曲菌的代谢力量有点疲惫，需要把糙米翻动散开，断掉菌丝，这样底部的曲菌就能接触到空气，准备再次伸展它们的网络，加速生长。翻动和散开糙米的话，能增加曲的表面接触空气的机会，同时帮助散热，免得曲过热而死去。要探测一下温度，这可是培曲成功的关键。把温度计插进壳物中间，再放回烤箱，这时曲的温度会迅速上升。烤箱门不需要完全关紧，几小时打开一次烤箱门。到了第48小时，你会发现曲的菌丝和糙米紧紧粘合在一起，曲的表面还会覆盖着白色绒毛。糙米曲需要44到48小时才会完全熟成，那个时候才会有完整的风味和酵素。把托盘放进冰箱冷藏12小时。冷藏可以抑制曲的生长，但酵素还是会持续活动，让曲变得更甜。每个人的嗅觉都有差异，我觉得成熟的糙米曲闻起来有点像熟栗子香，有人觉得是杏桃的香气。经过48小时的发酵，菌丝变得强壮。结块后尽量不要弄碎，切成每次食用的方块，这样可以减低被污染的机会。收割曲的时候要让曲停止生长，若不马上用，就要抽真空密封起来冷冻保存。我会定期养曲，把发酵满48小时的曲延长发酵，这样可以收成孢子。把结块掰开，撒散但不要压碎糙米曲，
创造出最大的表面积，然后再盖上微湿的布巾送回烤箱，让蛆再生长36小时，继续监测温度和湿度。但不需要翻动糙米，延长发酵36小时后，就得到了毛茸茸的白色糙米蛆，蛆的香味比之前更浓，我觉得更像肉香了。只要你一次投资就能做出自己的蛆种，然后可以不断培养更多的米蛆。当你摸到的时候，手指会沾上粉，掰开会散发出尘状的孢子，接着把它分割成块。摄氏45摄氏度下干燥10小时。作为蛆种的糙米蛆必须进行干燥，才不容易被其他微生物感染。烘焙纸不用移除，可以直接放进夹链袋，最好也是冷冻保存。如果木托盘没经过消毒，蛆很容易被其他微生物感染，长出灰色或其他颜色的孢子，不能食用。糙米蛆的用法跟白米蛆差不多，我觉得它的香味更浓郁一点。搓散后放入消毒过的玻璃瓶，加入海盐和矿泉水，再加上熟成的盐曲，加快发酵，每天搅拌，等到变成粥的质感。就可以用来腌肉和蔬菜了，它可以诱出食材中的甜味和鲜味。用来制作鹰嘴豆味噌，去掉了豆腥味，味道一点不输传统的黄豆味噌。详细的做法可以去我主页去搜，喜欢的话请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